今晚的消息面，盘面会怎么波动呢？比特币的空单该如何处理？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这张单子呢已经成交了，而且这个点位呢就是我在昨天有提到的。虽然说这张单子目前还没有产生出太大的盈利，不过我的入场价呢，这个是在昨天的影片当中有很明确的提醒大家，因为我就是在影片录的当下挂上去了。那后来的价格呢，也确实达到了这个价位。目前呢是有着比较小的利润，当然了，利润很小，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我的止损呢，目前是暂时先放在比特币的话是放在28200，那以太坊是先放在1750。那你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在开仓的时候啊，开空没错，但是我们以太坊的仓位要来得大一点。以太坊的仓位是开了10万美金的仓位价值，那比特币呢只有一半5万美金，因为啊以太坊是比较弱势的。那你也可以发现，目前呢以太坊它也确实就如我们所预料，它跌的比比特币要来的更多。比特币是只跌了0.5%嘛，那以太坊是跌了1%左右。好，那我们这个止损呢，我们等一下也会很详细的讲到为什么设置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个人打算在什么位置加仓。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从周线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目前的这波上涨。我个人认为呢，如果我们这波上涨它还是一段健康的上涨，那它就不应该产生这么长的震荡时间了。为什么呢？这个其实要从我们下方的吸筹开始说起。如果说我们下方的吸筹不够，那我们是不会开启上涨的。而且通常呢，庄家它也不会产生这种再次的吸筹啊。通常我们在上涨的时候呢，都是底部有很大的震荡的箱体，然后吸筹之后呢，直接发动。行情一发动，那就代表我们吸的筹码足够了，不用再吸筹了。所以中间它通常是不会有这么大的震荡区间，然后再次吸筹之后呢，我们又继续向上啊，通常是不会这样子的。因为以庄家的角度来说，他肯定希望在越低的地方吸到越多的筹码越好。我们可以拿几波上涨来作为佐证哦，好比说我们这里的上涨哦，这波上涨它非常明显，中间没有任何的震荡在吸筹的表现，没有。它一开始上涨呢，它就是直直的往上冲。虽然说中间有经历过一些回调，但是它并没有产生震荡箱体，然后再次吸筹，没有的。还有呢，我们后面的这段上涨啊，这段上涨它有没有产生震荡再次吸筹呢？也没有。中间它这次回落呢，它只是一个调整修正，把多头给清出场。那通常啊，我们会在一段趋势当中呢产生震荡，然后又继续向下，通常是在一段空头行情哦，因为在空头行情当中呢，庄家他会希望把筹码呢在越高的地方派发完越好。比如说哦，在我们这段的空头呢，比特币啊，它就先从最上面开始派发，先从最上面开始卖货，卖完货之后呢，然后下跌了，然后再到中间再卖货，再卖货，卖完货完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个小的震荡的箱体。卖完货之后，好，我们再到低一点的地方再卖货。它不像多头，多头就是往上冲，它就直直的往上冲。如果说是空头的话呢，通常它都会有几个震荡的区间去组成这波下跌的，也就是下跌的节奏是下跌，然后震荡派发，然后再下跌，然后再震荡派发，然后再下跌，然后再震荡派发。但多头的上涨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吸筹箱体，吸完筹码之后直直的往上冲，中间只有回调，它不会产生震荡再次吸筹。当然了，我们可以举非常多例子哦，比如说我们这段小牛的上涨，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段上涨呢，它中间有没有产生这种比较大的震荡区间？再次吸筹之后向上，没有，底部吸完筹码之后，直接就开启行情了，中间顶多就是回调，它没有震荡。还有我们在2017年当时产生的牛市呢，我们来量测一下啊，从这里到这里，中间呢我也认为这是没有震荡，它中间是有回调，没有震荡，没有再吸筹的表现。那这就可以引出我们今天的结论了，而且这个结论呢，我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它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居然走出了一个这么大的震荡的箱体。当然，这个大不大是取决于我们这段上涨的比例。那以我们这段的上涨，它产生一个这么时间长的震荡箱体呢，我个人就会认为啊，它不是一个再吸筹的表现，因为我们可以复盘过去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反而呢，它比较有可能走的是一个派发。那派发完之后，其实跌破了25000，那我们这个派发的行情就会开始发酵。当然，我个人也是想抓住这一波的交易机会，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为什么开这一仓啊？我们当然也是博弈它跌破25000的交易机会，而不仅仅只是我们回落到26000啊等等这种下跌。那如果你也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30的现金，你可以直接提币，不用交易，没关系的。那 Bitget 呢，你只要 KYC， 不用入金也不用交易，就会送你$20的体验金，还会送你一个数字货币的盲盒。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我们再切小一点级别。当前呢，为什么我个人会把止损放在28020呢？我认为这个地方是不可以来到的。如果我们在短期内呢，我们有机会跌破25000的话，那我认为28020一定不可以来碰到。只要来碰到了，那我个人至少就不会认为它在短期内呢有机会下破25000了。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当前的盘面来看呢，我们可以画出我们这段空头走势啊，它的几个高低点，就包括这里高点低点等等，这个位置有低点，有高点，有低点。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会说这个前高是有效的？28175的地方为什么有效？因为我们产生了新低，只要产生新低呢，那我们这个前高就是不应该破的。只要我们这波空头趋势还在，那我也会认为，以目前来看我们前面消息面的上涨的28200它就是一个不错的止损。只要这个地方可以回到，那我的空单呢就一定必须得被迫出场了。那当然了，我们目前也是比较左侧的进场，所以我们的仓位比较小。我个人是希望这一单我可以，当然熊市不用开那么大的仓位，等牛市我们再把仓位加大，熊市就开个比如说$60-70万的仓位价值呢，其实就可以了。那我等一下也会仔细的说明我打算在哪边加仓。其实我们等一下呢，在几个小时过后明确来说的话是3个小时又56分钟，大概4个小时过后，我们就迎来 FOMC 的会议了。那这次呢，基本上就是不会加息了，因为有99%的人呢都认为不会加息的。那其实不会加息，当然是一个利多嘛。我甚至认为呢，我们这波上涨就是因为我们 FOMC 它不会加息的利多而导致的这波上涨那我们会不会在真正消息落地之后呢，靴子落地之后，我们的利多就结束了。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一点点。我个人呢打算在两个地方我有可能会去重点的增加我的仓位了。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它产生了通道，那这个通道如果下破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机会。再来就是我们下方箱体的上缘，呢，大约在26700-800的位置吧。如果这个位置下破的话呢，那我也会加仓。所以那现在来看这个位置感觉是挺接近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会加一次比较大的仓位。那接下来就是直接看到，比如说箱体的下缘或者是直接前低的位置就是大约在24750。我的前低指的是我们在日线上呢的前低点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如果跌破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空头行情呢就会发酵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次其实做空仓位比较大的是在以太坊它也确实走的比较弱。那如果说我们加仓的话，肯定是以太坊它加的仓位呢是要大于比特币的。那等一下 FOMC 会议的时候，我们也会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也欢迎各位可以收看3个小时过后的直播，很感谢各位，拜拜。